哎，今天是灵剑宗招收弟子的大选日，好歹我也是10大首座之一吧。虽然是灵剑宗历史上最弱首座，但你好歹得通知我一声吧。嘿，太伤自尊了。我这杂院峰100年来都没招收到过弟子，也没人跟我说说话。今天就对着这种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好一个天界神将！本帝即将正道突破，你为我护法，任何人都不得踏入此殿一步。先帝放心，本将一定好好护法。我苦苦追求你1000年，你却不答应，那就别怪我狠心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这先帝。那一刀刺穿本帝尸骸，1000年修为全部消散。不过本帝天资聪颖，用不了100年，我就能重新杀回9天。叶无痕，你给本帝等着！这是哪？为何灵气比本帝的女帝宫还要充沛？这不是连接人天地3界之术的通天神术，通天剑幕吗？这等上古神术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主人终于回屋休息去了，终于可以化作本相了，憋死我了！主人什么时候才能知道？自己其实是10世道祖转世，当时无人能敌呀！我已经10万年都没看过人了。还是算了，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挺好的。万一主人要是不满意，到时候又重立地水火风，换个世界怎么办？上古神兽凤凰用来护院，10大神兵之首的鸿蒙斧用来劈柴砍树。此地的主人究竟是谁啊？不好，有人！主人要醒了！等等，这是一颗便可炼化一个世界的世界本源。谁？哎，你谁啊你？前辈，你怎么伤这么重啊？要不你喝点茶？妹子是多久没喝过水了？怎么一副逃荒的样子？哎，那个你喝慢点，我这屋里好几大麻袋呢。你要怕不够喝，我再给你泡。这是顶级悟道茶，本地天资根骨，距离世界顶级大能差了一些，始终突破不到更高的境界。只有这悟道茶才可以补全根骨和天资。没想到本地在4海8荒找了万年都一无所获，最后竟然在这里喝到了。不行，你不要！这是紫色灵根，那个方向，怎么是江北那个废物的小院儿？快随本宗主前去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唉，看来本届的弟子大比又白办了。看了这么老半天，连双色灵根也没出现几个。就是你们九峰，不如现在合计合计，选几个差不多的，就各自散了吧。唉，你们看，这是10色灵根。看来这次我灵剑宗要出一位远超大帝的人物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那个方向。怎么是江北那个废物的小院？快随本宗主前去。姑娘，好啊！哎呀，这位姑娘，想必你今天一定是来参加我灵剑宗宗门收徒大比的。老夫便是灵剑宗宗主，我来为你做主，你跳过所有试炼和考验，直接成为我的座下关门弟子，如何呀？我看未必嘛。姑娘，老夫是天苍峰的峰主，你如果来我们天苍峰的话，你就是我们天苍峰的掌门大弟子，天苍峰上的所有资源你都可以独享。你此言何意呀？莫非是要和老夫抢人不成？难道当老夫的剑不利了吗？老夫的剑也未尝不利。哎，人家是10色灵根，什么功法都可以修炼，我却觉得老夫的天拳风最适合这个孩子。世间竟有如此长相的女子，她必须是我的。爹，可一定要将她收入我们天苍峰座下呀！闭嘴！我难道不知道吗？小友，你如果来我们天苍峰的话，我就把本峰的神器苍龙剑传给你。苍龙剑，你疯了！整个宗门之中，真气只有3把呀！天苍峰看来是势在必得，本命神器都舍得。真狡猾，不仅想当人家师傅，还想把自己的儿子跟人家绑在一起。无二，跟本师回山，我今天就可以教你修行。各位请回吧，我并无意拜入各位门下，就算要拜师，我只拜杂院峰。什么？你拜我当师傅？师妹，你刚来灵剑宗，可能对灵剑宗还不太了解。这杂院峰峰主江北就是一个没有丝毫灵根和修行天赋的废物，简直可笑！当年江北之父与本宗有恩，这才给了他这么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不然就凭江北这个废物，凭什么和我们九峰并论？就没错。师妹，还请三思，整个杂院峰，要资源没有，要功法没有，要靠山更是没有，他能教给你什么？本座先帝全盛时期，纵观四海八荒也找不出对手，但在他面前连执事的资格都没有。这样的高人，在他们眼中居然是废物，有眼不识真容。别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我就是要拜杂院峰。不准！哎呀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就凭你的天资和根骨，只要不陨落的话，1000年之内必成就大帝之子啊！说的没错，你乃是前途无量的龙凤之子，跟这种废物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，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天资啊！就凭你们这点微末修为，也配教导出一尊大帝来？本座就算自己一个人修炼，只需按部就班，不出100年就能重回巅峰。况且大帝在他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，我要想报仇，就只能拜在他的门下了。别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我就是要拜杂院峰。你到底给师妹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徒儿非要拜你为师，你怎么讲？你若是敢答应，看你这杂院峰留不住了！哎呀，各位峰主何必动怒呢？江北啊，不如这样，你将这位女徒弟让给老夫，如果你照办的话，老夫会送一件灵器给你，如何？你看，这妨坏本座好事，等本座修为恢复，一定饶不了你。一件灵器说送就送给我，我穿越到这个世界这么长时间，一直不能修炼，这么好的苗子，要真给我当徒弟，我也不会教啊。哎呀，还是把灵气收了，别耽误人家光明的前途。老宗主，我必须得说你2句，我江北是这种人吗？啊，这位是我志同道合、衣钵相传的好徒弟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得加钱。哎呀，那就是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好说好说。水灵请求师尊收我为徒。这师尊，
我这杂院峰100年来都只有我一个人，是想找个能说话的，可是唯一愿意拜入我杂院峰的弟子，怎么偏偏是个绝代天骄呢？没缘分呢，简直冥顽不灵！今天你拜也得拜，不拜也得拜。师兄，好像不对啊，好像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他的体内无灵气。什么？让我看看。你身负重伤，经脉寸断，连识海都被人毁了。哎呀，搞了半天，原来也是一个废物。识海一旦被废，便再也不可能修复。此子虽然天赋好，但是不能修炼，又有何用？不能修炼，那岂不是任我而已？这等姿色，我一定得尝尝是什么滋味。爹，不如这样吧，把她收入我天苍峰，给我当个贴身侍女。你听到了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做儿子的侍女，不然的话，没有任何人愿意收留一个不能修仙的废物。够了！你看看你们像话吗？刚才看他天赋好，一个个争抢着要，现在看他重伤未愈，一个个落井下石。你们不收他，我收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杂院峰江北的首席大弟子。谢谢师尊。也好也好，难得师弟有这样的大爱之心，真是杂院峰之福啊！也是我宗门之福啊！我们走吧。父亲，闭嘴！嘿，师尊，那我们开始修炼吧。啊师尊，我们开始修炼吧。啊，我是一个没有修炼天赋的废物，他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还真是绝配。而且我根本就教不了他东西，不然干脆教他去砍树。虽然不能修仙，但是至少能够锻炼锻炼体魄吧。徒儿啊，你叫为师一声师尊，但是为师呢，其实对修炼这个事情也不太懂，你明白吗？师尊这样厉害的人物，居然隐居在这小小的灵剑宗，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难道说，我明白了，修行先修仙，师尊在这红尘炼线，这才是修炼呀！我一定要帮师尊隐匿身份，别坏了师尊的好事啊！我明白了。我的徒儿果然聪慧，来，给为师说说，你明白什么了？师尊，我一定不会把你的身份暴露出去的。什么跟什么呀？哎，徒儿，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想修炼，但为师确实教不了你什么，更多的时间是需要你自己去悟。如果你还是没有头绪的话，就去砍树，你明白了吗？到了师尊这个境界，是不会随便泄露天机的，说话都带着禅机。砍树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感觉我这徒弟傻乎乎的？唉，希望他真明白。我明白了。通天剑幕的大道本源之力，居然会反馈到砍树人的身上，不但我的识海瞬间就恢复了，连修为也大涨。这样下去，重返巅峰，连100年都不需要了。徒儿，你没事吧？师尊，你真不愧是师尊啊！基本操作，基本操作。爹，刚才在杂院峰，你为什么直接就走了？落水离那个女人，只能是我们天苍峰的，也只能是我的。就算您刚才要把她带到咱们天苍峰，我就不信江北那个废物还敢阻拦不成？蠢货！之前不动他，是因为他的天资根骨实在是太恐怖；之后不动他，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修仙不了的废物。如果你要一个废物，难道还怕他反抗不成？爹，我懂了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我不当着宗主还有各峰峰主的面动他，私下里想怎么玩都可以。还算没有蠢到家，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吞并杂院峰的机会。江北那个废物那么护着那个小废物，如果能记得他把杂院峰当做赌注，我懂了，爹，我这就去办。
你就是那个勾引我家大师兄还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，洛水离。你想干嘛？也不干嘛，就是来看看我灵剑宗传说中有史以来最废物的首作长什么样子。有什么事儿冲我来，别惊扰了我师尊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来算算，你勾引我师兄这笔账。勾引你大师兄，他也配？我家大师兄可是灵剑宗年轻一辈第一人，你还以为你是那个万年不遇的绝世天骄吗？现在给我师兄跪下磕头认错。若是我不呢？那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。好了好了，二位都是我的师妹，何必要闹得这么不好看？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让你再考虑考虑加入我天苍峰的事情。你看，现在你又不能修炼，这个废物师尊又护不住你。闭嘴！你要是再敢辱我师父，我杀了你！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，杀了我师兄，你也配？敢辱我师尊，简直不可饶恕。至于配不配，那我们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好胆！同门之间禁止私斗。既然师妹想看看师兄的金莲，那不如这样，我们立个赌约，3日之后在全宗同门的见证下比斗，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知道，你的傲气是有多么的可笑。好，那我们就比一比。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得跪下来给我师尊磕头道歉。若是你输了，你就得成为我的顶楼，任我玩弄。这杂院风也就并入我天苍峰吧。你真答应他了？对啊，他们都侮辱师尊到这种地步，我简直忍无可忍。你真是糊涂呀！你为什么要跟这个天苍峰比斗呢？他那个云星辰可是年轻一代灵剑宗的剑道魁首，你这修炼还没几天呢，你肯定会被他活活打死。那也不能让他们侮辱师尊。我现在打不过，我继续修炼就好了。如今本座识海已经修复，凭借秘法闭关3日，未必就不能有迎战之力。事已至此，其他的就不要再说了，收拾行李，跑路。啊！师尊这种高人，绝对不是我听上去这么简单。师尊一定是在告诉我获胜的方法。跑路，跑！我懂了，师尊这是在告诉我，在对敌中步伐和闪避的重要性呀。仅仅是一句话，就能让我悟出一门大地级的身法身段，不愧是师尊啊！接下来就是闭关提升修为境界了。天苍峰，我有如此强大逆天的师尊，你们拿什么来和本座斗？真是可惜我的小妹夫。哎，你怎么还不收拾行李啊？师尊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苦心修炼的。啊？哎，不是你。他一直这么勇吗？水离，原来你没死，也好，我不会再放过你了。已经修炼3天了，还是没死。要不我去？作为灵剑宗10大首座之一，离师侄应该下手不会那么狠吧？最多把我打个半死。就算是半死，也好过我的徒弟活活死在我的面前。哎，徒儿，你有这么好的师傅，你太幸运了。江师叔还真敢来啊！我的洛师妹呢？不会跑了吧？若是跑了，就别怪徒儿不给师叔面子。各位师兄师侄，你们也知道，我的这位徒儿呢，已经修不了仙了。他跟云师侄打，肯定打不过。你知道就好。既然如此，
还不乖乖的把你杂院风双手奉上，并入我天苍峰？看在你这么识趣的份上，到时候就来我天苍峰做一杂役弟子。至于你那徒儿嘛，就留下来给我暖床，侍奉左右。哈哈哈哈哈！杂院风你们想要，我可以给你们，但是我这徒儿吧，你们就别想了。不可能，地我要，人我也要。虽然我没什么修炼的资质，但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这个徒儿，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欺辱的。怎么，师叔还想跟我比试不成？这下糟了，主人真的生气了，洗衣服也开始骚动了。妈的话，主人基因恢复的也好，老子忍了很久了。傅爷别动怒，别把9天10地衣服给劈没了。整个灵剑宗谁不知道，你江北虽为10大首座之一，可连外门的弟子都打不过，现在还妄想对我们的当代天骄动手，你疯了吗？那就是金丹一场，天苍峰，我来了。师尊，咱们走吧。师尊，完了完了，一定是我闭关太久，师尊替我赴约了。不行，那师尊的大能者身份不就暴露了？那就试试。师尊，洛师妹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打算让这个废物师尊替你去死呢。赌约是我立下的，跟我师宗无关，有什么事你们冲我来便是。今日我洛水离全部接下。徒儿，这个云星辰是灵剑宗年轻一代的最强者，你现在识海被毁，不是他的对手，和他火拼，一定会凶多吉少。你听我口令，我数到3，我们就跑。师尊，你就别装了，我伤势已经全好，您不是知道吗？而且我的识海已经被修复了，现在修行1日千里，而且还修成了金丹境的境界。伤势全好，修为恢复，还练成了金丹境。我教的？我什么时候教过的？仅仅几日时间，便能让本地重回金丹境。本地之前苦修10年，才堪堪到达金丹境。这要是说出去，恐怕这诸天大能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过来要在师傅面前跪地俯首，尊称一句师尊。我这便宜徒弟不愧是绝世天才啊！只是让他去砍砍树，就能自己悟出功法，将伤势痊愈。现在可是将这些当做我的功劳了。徒儿啊，这修行之路必须脚踏实地，切忌好高骛远，只有这样才能登上9天之巅。你明白了吗？登上9天之巅，师尊的意思是告诫本地改了之前心高气傲的毛病，才能重回9天，拿回属于自己的本地大地之位。果然，一切都瞒不过师尊的法眼。师尊，您放心，徒儿一定谨记您的教诲。你们2个在那儿嘟囔什么呢？赶紧出来，早点打完，好让我天苍峰早点收了你杂院风。至于你这个废物师尊嘛，到时候就让他亲眼看着你是如何在我胯下承欢。好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过来送死。对付你这个连识海都破碎了的骚蹄子，还用得着我师兄出手吗？由我来对付你们就够了。别说你，就算你们这对师徒一起上，我也不过随手捏死罢了。苏倩作为我天苍峰的弟子，平日里虽然不显山不露水，
但是在星辰的调教下，其修为已经达到了筑基后期，距离金丹仅仅一步之遥。对付这两个废物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杨师弟，杂月峰一脉本就人才凋零，迟早是捧不住。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也能保存最大的颜面。洛水离，我看你还是听老夫一句劝吧，若现在回头，还来得及。别说这小小的灵剑宗了，就算是在四海八荒、九天十地，也找不出一个我师尊的对手。一个小小的筑基修士，也敢在我师尊面前放肆，想让我师尊出手？一个小小的筑基修士，也敢在我师尊面前放肆，想让我师尊出手？你也配？你的乖徒儿啊！你放狠话，你扯上我干嘛呀？我可没有金丹期的修为啊！你秃，真是把师傅往死里坑啊！师尊，区区一群蝼蚁，放心交给水灵，您站远点儿，别让血溅在您身上。好，那就小心点儿，别让为师失望。堂堂先帝，就算暂时落难，但本帝有幸结识师尊这种超然物外的人。要是还能被你们这一群蝼蚁给欺负了，那本帝干脆自尽算了。想让我师尊出手，先打败我，找死！我看等会儿还怎么维持住现在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倩儿，待会儿可别把他的脸给我弄花了。我拼了！我不但要刮花这个骚狐狸精的脸，看这个死神，让他像狗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以后再也勾引不了我的人。一个连金丹都没成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，也总比你这个连练气都做不到的废物强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我是如何把你们踩在脚下的。不对，谁被毁？已经成了废物吗？筑基后期，不堪一击啊！要说他的尸骸已经被恢复了，若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岂不是说我灵剑宗又要出一位天之骄子，一飞冲天了吗？不对，他的尸骸根本就没有恢复。九天十地，天上地下，我没听说过有任何东西可以修复尸骸，而且就算修复了尸骸，也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将我击败。魔功，他一定是修炼了魔功。魔功，我这魔功，修炼魔功可是禁忌，要受九幽之刑。你最好给我们一个解释。我堂堂金丹境修士，不过是击败一个筑基后期罢了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就是我徒弟这天资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不可能！先不说你为何短短几日之内便突破到金丹境，就说你尸骸尽毁，又如何能够修炼？修炼魔功，还敢大摇大摆的出现在这儿，分明是没将我灵剑宗诸位首座和掌门放在眼中。想要修复尸骸，的确不可思议。不过，谁让我有这么厉害的师尊呢？在你们看来不可能的事，我师尊却能轻易的做到。如果没有我师尊，那我的尸骸也修复不了。你师尊？你是说江北那个废物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江北这个废物，连一个外门弟子都不如，又如何有如此通天的手段？就是。
我的好徒儿，你说你自己悟出了绝世功法就悟出来了，怎么还甩锅到我身上呢？师傅，我要真的这么厉害，至于在这个破宗门受气这么多年，连一个弟子都收不到吗？没想到你为了掩盖自己修炼魔功，竟说出这样的鬼话。师尊是何等的废物，全宗上下谁不知道？你们一群有眼无珠之人，自然不知道我师尊有多厉害。不服的话，尽管来战。今日我落水离全部接下。别以为你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在短时间内达到金丹境，就可以高估自己。我在这金丹境沉浸已有15载，离化身只差一步。今日便让我来会会你。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本帝堂堂先帝，没想到有朝一日竟被一个区区金丹小辈看不起。本帝就算是刚刚突破金丹，但我有诸多手段，越境而战，不是难事。别说还没化神，化神了又如何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星辰，别给我天苍峰丢脸！父亲放心吧，今日我便会让他看看，为何我是这年轻一代最强之人。洛师妹，你我同为金丹境，今日我便让你见识见识，为何我为年轻一辈第一人出现了。虽然我这徒儿天资万年难遇，但未成长起来的天才，他终究不算天才。这云星禅可是沉浸金丹多年，更是在灵剑宗有年轻一代第一人的赫赫威名。水滴他能赢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就活出我这张老脸，做什么也要保住他。我身后有师尊，别说金丹了，就算是大地级的强者们，我也不惧。师尊游戏人间，红尘练心，虽说身份不宜暴露，但今日我说什么也得给师尊争口气，让他们知道我杂院风一脉不是好惹。出手吧！狂妄！去！灵气离体是灵气离体呀！难道他的识海真的已经修复了吗？就算他识海真的修复了，也太逆天了吧！仅仅修炼数天时间，就可以金丹初期的境界战胜金丹后期的云惊尘了吗？这天资若不陨落，必定是一方大敌。为何不是老夫门下？诸位莫非是忘记了吧？他可是有10色灵根，就算是天界的最强者先帝大人，也仅有9色灵根，距离传说中的仙人境始终差了些。如今他有10色灵根，大帝怕是都往小了说吧。我这徒弟原来这么强吗？那以后我岂不就是大帝的师尊了？我这徒弟原来这么强吗？那以后我岂不就是大帝的师尊了？是啊，之前我只有9色灵根，距离那天人之境始终差点些，最后还被叶无痕偷袭，导致修为尽失。不过好在本帝因祸得福，拜入了师尊门下。有了这么强大的师尊，我才能补上最后1色灵根。这一次，本帝必将成就传说中的天人之境。如此恐怖的天资，败在江北那个废物的杂院风门下，这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江师弟呀，你看看你这个好徒弟，不仅天赋好，而且重情重义。我看你啊，真的是踩了狗屎运了呀！那是，不然你以为我杂院峰这么多年不收徒弟是为何呀？就是在等待这种缘分。原来师尊就连我背刺的事情都算到了，这才一直在等吗？水离能败在师尊门下，是水离踩了狗屎运了。哎，咱们师徒二人不说这些了啊！早知道这丫头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轮到我呢？嘿嘿，我虽然不厉害，但是我徒弟厉害呀！够了！你们真相信他们的鬼话了吗？修复识海，连我们都做不到，江北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做到？
弱水灵的尸骸十分诡异，肯定是和魔教有勾结。魔教，你说，我们和魔族到底有什么阴谋？哎，老东西，别乱扣帽子啊！我说了，我师尊是真龙，是你们有眼无珠。师尊的实力远超你们想象。我这傻徒弟非要把这个光扣在我头上，不会真是修炼了魔功吧？不行，我必须帮他掩盖过去。不错，我不装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绝世高人。绝世高人，就你，就是我，辟地开天道理明，谈经论法必由经。本座通天教主。本地隐约记着，好像曾经在古籍上看到过通天教主的名字。那不是10万年前就已经整得天道的顶级大能吗？原来师尊的真实身份是通天教主，难怪有如此实力。谁一派胡言？你休以为说这些鬼话就能搪塞过去？井底之蛙不知道通天教主的事情也很正常。我的修为就是我师尊教导的，总不得假吧？我随口胡诌的通天教主，难道还真有这个人不成？教主，江北这个废物，要资源没资源，要功法没功法，让他教导你什么？教你砍树吗？没错，就是砍树。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那我就打得你说出真相。爹，不要放过他，又让他给我做顶炉。你一个堂堂化神后期修士亲自下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虽然本地手段颇多，可以越境而战，可如今刚入金丹，境界还是太低了。如果非要用来，虽然能打过他，但免不了根基受损。本地身为通天教主的弟子，若是连区区化神都要让师父曝光身份替我出头，之后要是传出去了，那本地还怎么混啊？罢了，要战就战，废什么话？那就让本座来领教一下魔族的功夫不得神奇之处。徒弟，我师尊放心，我知道您喜欢游戏人间，您别出手，我一定不会让您丢脸的。嘿。还是太勉强了，金丹境的力量不够支撑我施展出那强大威力的招数。我去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我怎么就这么废物呢？徒弟被人以大欺小，却只能干看着。怎么回事啊？记忆封印之前不是压回去了吗？这怎么又开始松动了？林剑宗这群傻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真把主人给惹生气了，整个世界都要被劈沉的呀！被大长老威武，大长老就该这样，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魔功。你如果就这点本事的，那本座就再次废了你的识海。没错，魔族勾结罪大恶极，该把他废了，让他侍奉在我左右，给苍生赔罪，父子俩还笑不要脸！快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快看，这是天机中的异象。师尊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修士。千金只是心情出现波动，便能影响天地。难道这是江北弄出来的天地异象？掌门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能引发此等天地异象，境界最起码也是化神境以上。这种强者，这片天地之间也不过一掌之数。江北这种废物，他也配吗？这一定是有绝顶大能入，大家快收敛着生息，千万不要激怒这尊大能。师尊，区区蝼蚁不敢劳烦师尊出手。我身为师尊的弟子，如果连这种小角色都对付不了的话，水离真是没脸面做您的弟子了。看来那尊顶级大能一定是过去了啊！刚刚好险，
如果稍有不慎，咱们灵剑宗可能会有灭宗之祸呀。那个老梆子，你打得过吗？打不过呀。对呀，你打不过咱们就认输嘛。你说你短短修炼几日就达到了金丹境，还越境打败了年轻一代第一人，为师已经很有面子了啊！那怎么能行呢？身为师尊这样强者的弟子，我这点小成就才哪到哪？我现在打不过那个老梆子，是因为我境界太低，没有合适的招式。师尊，要不你再传授我几招？师尊，你要不再传授我几招吧？教你几招？现在什么？莫非是怕露馅儿？你不是说落水离的识海是你修复的，他的境界飞升也是你教的吗？怎么还不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大本事？这对师徒啊，毕竟还是太年轻了。或许江北的确是教过落水离几招三脚猫的修炼方式，但落水离今天的境界一定是靠他自己的天赋达到的，跟江北怎么可能有半点关系？这落水离初入修仙界，没见过世面，也属正常。恐怕他自己现在都以为他如今的境界是江北的功劳。不过掌门放心，今日落败之后，想必他会清醒过来，亲自拜倒在掌门门下。师弟说的有理呀，毕竟一切都是为了宗门嘛。江北，谎话说的太久，自己都相信了吧？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功法，让一个小丫头越一个大境界，战胜老夫。那就给我老实等着，再敢聒噪，等师尊给我传完功法之后，别说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不给你老东西面子。我哪里有什么功法可以传授给他呀？我要是有这么逆天的功法，我早就自己修炼成仙了。这么多人看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不是要我命吗？徒儿，这里实在太过嘈杂，不适合练功法。这样，咱们呢先认输，等回去好好修炼一番之后，再找回场子也不迟啊。比斗嘛，你输给这个化神境界也不丢人。丢人，很丢人。那你是想活着，还是想赢得比斗？我想活着，但比斗也得赢。哎，赢不了，赢不了，赢不了。那师尊，你教我几套能赢的功法不就行了吗？行了，不要再装神弄鬼了。他自己都不会修仙，又拿什么来教你？这场闹剧持续的够久了，应该到此为止了。落水离，我说过，你迟早是我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体验体验你的滋味。大师兄，师妹，你放心，师兄最爱的人永远都是你。至于落水离这个玩物，等我玩腻了，就把它扔给门下的师兄弟一起玩玩啊！师尊，快！你再不传授功法就来不及了。可我是真不会啊！哎呀，死了死了死了！不管了，随便瞎编一套功法，就算打不过，也能说这套功法需要时间领悟，到时候来日再战。好，徒儿，为师今天就教你一套九转轩辕诀，听好了。闭目凝神，入定心，九转周天，炼真灵，气海翻腾如龙跃，神游太虚逆仙宗，阴阳交泰生妙有，日月精华入一身，一念通天特地圆，逍遥自在正长生。还好之前修仙小说看得多，不然恐怕连湖州都湖州不出来。师尊，我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啊？装神弄鬼！你要是真能靠我这几句湖州的口诀修炼成功，那才奇了怪了。你没有感觉是正常的，我这套功法通绝天地，没有那么容易练成了。这样，今日比斗，算我杂院风失败。我这杂院风你们想要，拿去便是。等事后我徒儿练得神功，再找你们挑战。快走！快走！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！看来今天真要完蛋了。
师尊，九转周天炼真灵，七海翻腾如龙跃，我做到了。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？我随便编的口诀就修炼成功了。师尊那个后面那句是头顶三柱问路香，脚踩七星震天罡。不对啊，怎么感觉跟师尊之前说的不一样？哎，行，不用在意那么多细节。第一句是什么来着？我怎么全都记不得了？你全忘了？不应该啊！本座的天资乃是万年难得一遇，看过的东西从来都是过目不忘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你要是全忘了，那就算了吧。记不得好呀，教反正我是教了，是你自己忘了，练不成那可不关我的事喽。别怎么瞎练出什么毛病。这是大道级别的功法，天赋越高，修炼口诀便忘得越多，全部忘记方算入门。究竟是何方大能，竟然连这样的功法都能随手拿出来？三花聚顶，天生的道祖之相。不行，这样的高能一定要近距离观摩才行。这般得道高人，行事却如此低调，看来是我小看天下英雄了。行了，故弄玄虚了这么长时间，闹剧也该结束。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化神不可辱。糟了，我的灵力已经全部耗尽，师尊传授我的功法，我又一句都没记住，这下完了。大长老，大长老，大长老，这不可能！化神期的大长老竟然一招就落败了，这洛水离的天资真是太恐怖了。苍松师弟身为大长老，其境界你与我差了一线，就这么败呀！不愧是高人，就连收的弟子都这般天资卓越。这是我干的？居然真的能越境打败大长老，我这徒弟天资实在是太好了。现在就等他飞升，然后我这师傅跟着享福。哎，果然是选择大于努力呀！你刚刚铸就的金丹，怎么能一下就跨一个大境界击败老夫？那是因为我师尊给我传授了顶级功法，区区跨一个大境界，有什么可稀奇的？基本操作而已。区一个大境界，你知道跨这样一个大境界对敌的功法有多么珍贵吗？别说我们灵剑宗，就是整个9天10地也找不出一个。而江北这个废物，他凭什么？没错，这种等级的功法，天地都不容，可他就这般轻易的拿了出来，他的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境地。你们到底用的是什么仙法？师尊的本事，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以揣测的？大长老，输就是输了，怎么你们天苍峰输不起啊？好，很好，老夫记下你。洛水林，你不要以为天资过人就可以飞扬跋扈。没成长起来的天才不叫天才。我们走。等会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按照约定，我赢了，你得跪下来给我师尊磕头道歉才行。你说什么？不要以为你仗着歪弓邪法胜过了老夫，杂院峰就可以目空一切。天下之大，你难以想象。想我师兄给你这个废物师尊下跪，你休想！给我师尊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死！你的灵气也已经耗尽，你难道真想和云苍松拼个鱼死网破？我这傻徒弟，你说你都已经虚弱成这样了，你还强撑什么呀？你这不是逼人家狗急跳墙吗？哎呀，徒儿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次就算了。如果下次他们再犯，为师绝不轻饶。哼，不愧是绝世高人，如此气度，非同凡响。让你们也不敢！
别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这笔账我早晚会和你们算。我们走。嚣张，真是。师尊，你就是心太善了，所以他们才会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。你但凡展示一丁点修为，我看谁还敢对你不敬。没错，我要是展露一丁点修为，就能把他们全部笑死。徒儿啊，修行得修心，心态最重要。心态，我懂了。师尊这是在告诉我，要不骄不躁，才正得大道。师尊真不愧是师尊。爹，那对师徒简直太过分了，竟敢如此羞辱我天苍峰！那个洛水离确实有点邪门，仅仅修炼了数天，居然能够达到金丹境界，并且越级打败了大长老，食色灵根，前所未见。这样的天才一定不能留在杂远峰，活活被荒废，得想个办法让杂远峰消失才行。无妨，我已经想到方法了。无论洛水离多么优秀，都改变不了江北是一个废物的事实。他不是说洛水离的功法是他指点的吗？那就让他去各峰教导弟子们好了。啊，大长老实在是高啊！如此一来，只要他教导不出效果，咱们就可以以此为理由撤掉杂院峰。我就让他先得意，看他高人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有哪里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你别走！师尊，师尊，全天底下最好的师尊，外面世界那么危险，你就不担心我出事吗？为师早就已经说过了，我就是一普通人，不会什么顶级功法。师尊，你就在我面前别再装了，我知你长短，你知我。好。既然你真的想学，我可以教给你一套强身健体的动作。耶，师尊，你最好了！有了师尊的帮助，本帝的修为现在一日千里。叶无痕，你给本帝等着，很快本帝就能重新杀胜九天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这套功法在为师之前的世界广为流传，练习者众多。为师也是被逼着练习了2年半，才彻底练成。连师尊都要被逼着学2年半才能学会的功法，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无上绝学吧？洛水离啊，洛水离，能遇见师尊，学到种种神奇的功法，是你的荣幸，千万不能让师尊对你感到失望呀！徒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师尊，这个功法叫什么名字呀？这是第7套广播体操。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七彩阳光现在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，来一起啊！快！5、6、7、8。师尊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5、没错6、肯定是我见机7、太低， 8，来4、2、3，你要注意你这个胯，你知道吧？胯往前，往后，往左，往右，扭起来。对喽，好奇怪的动作，简直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 6、7、这样8，真的是在练功吗？不对，这套动作虽然看似简单，却包含了天道至理，连贯均匀，扭转自然。哎，扭起来，注意胯。哎，对，你是什么级别的？来，再来一遍。1、2、3、4。我跟你说啊，徒儿，这套功法确实非常困难，你一定要勤学苦练，好吧？为师呢，去泡壶茶，你好好练啊。又修炼无肉，不对啊，
像师傅这样的绝世高人，一定不会无的放矢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让我要悟的道理。这是荒古圣体，居然觉醒了荒古圣体，难怪师尊说此功法对修炼无用，原来是觉醒体质。荒古圣体，上古传说中的体质。没错，荒古圣体，肉体无双，大成之后可逆行伐仙。在上古时代，即便是大地也不能毒药万古，因为大成圣体可硬汉大地。你是天道化身？若先帝称呼我天瑶便好，先帝无需警惕，天瑶只是感应到了有大道级别的功法，所以前来。原来师尊之前传授我的功法竟然是大道级的，难怪我这么轻松就能越境打败大长老。大道功法上古神体，师尊不愧是绝世高人呀！你是来拜见我师尊的？不，我是来拜师的。你说什么？拜师？大道50，天眼49，如今天道并不圆满，天瑶想要补齐这最后的1，希望只能寄托在前辈身上了。就连天道化身想要补全天道，都要前来拜师。我这师尊究竟恐怖到什么样的地步了？徒弟，茶倒好了，喝点茶休息休息。哎，你是？见过师尊，我是来拜师的。拜师？你是不是走错峰了？这是杂院峰。我要拜的就是杂院峰。又来一个傻子，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有天赋的，该不会是知道自己没资格拜师其他9峰，走投无路，才来拜师我杂院峰的吧？看你这个样子，应该也没人要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了你吧。但我先说好了啊，我确实教不了你什么。师尊为人谦逊。我明白，虽然前辈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但却一点世外高人的架子都没有，反而平易近人的像个普通人。能给他当徒弟，迟早有一天能补齐大道。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江北师叔，你们还敢来我们杂院峰？洛师妹别动怒呀，师兄是带着好消息来的。哟，这是你们杂院峰新收的弟子。杂院峰100年都收不到一个弟子，这一收就收到2个倾国倾城的美人。等江北身败名裂的时候，这2个大美人就都是我的了。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啊？精泉宗门上下一致决定，任命江北师叔为传道长老，即刻起给各峰弟子讲道。讲道？我讲道？我？对呀，师叔，你不是说传道授业无人能及吗？怎么你不敢去？哎，仙仙，别乱说话。江北师叔是何等人物？以废物的身份在杂院峰窝囊100年，如此大能，我跟都不起。师兄教训的对，受教了。师叔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现在就动身吧，各峰弟子还等着呢。让我去讲道？我什么都不会啊！洛水离能有今日，全靠他自己的天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去。讲道这件事情，有大长老负责就够了，请回吧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想让我师尊给你们各峰弟子传道，你们也配？我看不能传道的是你师傅才对，他就是个骗子。道不可轻传，你们请我师尊去讲道，就是这个态度。对，道不可轻传，总不能强行逼我去吧？我刚才说过了，有大长老去负责就够了。这可由不得你。灵剑宗宗门规定，各峰峰主每年轮换着给弟子讲道。之前江北师叔以废物示人，便没有强求。但是现在你若不去，便取消你杂院峰立峰资格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下山一步。你不是不下山一步吗？好一个铁骨铮铮的江师叔啊！我先说好了啊，来我是来了，但是
他们能不能领悟，就看他们自己了，不关我的事啊！逼我讲道子，行，那我就乱讲一通。听不懂就是悟性不够，一无所获就是天分不佳。你们就学吧，一学一个不吱声。学不会，学不会，你就等着被其他9大首座联名弹劾吧。到时候就将你赶出灵剑宗，杂院风就归我天苍府。这就是今天来给我们讲道的首座吗？我来宗门都2年了，怎么没见过他呀？他叫江北，是灵剑宗有史以来最废物的首，常年在杂院风滚，你当然没见过。听说已有100年没有弟子愿意加入这个杂院风了，连外门弟子都不，还来给我们讲道，这不是误人子弟吗？换人，我们不要这个废物给我们讲道。换人！有些人呀，侥幸捡漏了一个天才弟子，还以为自己也是天子。现在激起了众怒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，不许反悔啊！云世子，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想讲道，是他们不肯学呀。你现在就回去通知宗门，让宗门再换。若是将前辈讲道的消息散布九州，诸天大能们恐怕会为了一个听到的席位打得天昏地暗，不知道有多少大兵陨落。没想到一群蝼蚁这般不知好歹，哼，井底之蛙。就这么走。哎，师叔留步！云世子，你还有事吗？各位师兄弟，你们其实都误会江北师叔。江北师叔是有大能力。前段时间我天苍峰和杂院峰比试的事情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。这洛师妹可是杂院峰的首席大弟，在江北师叔的教导下，仅凭金丹劲便打败了。云师兄，你可是我们灵剑宗的第1人啊，怎么可能有人能打败你？是。不但如此，到现在才刚刚踏入修仙界，不足半年，在师叔的教导下，就已经达到了金丹境。如今有师叔给咱们讲道，你们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呀！坏了，他们在诽谤我！云师兄、苏师姐，我知道你们想给这个废物留点脸面，不过一日废物，终身是废物。没错，真是难为师兄师姐，还编了这么个故事来给人台阶下。不足半月便练成金丹，就连仙界天资最高的女帝，都需要整整3个月的时间。那不是当年没遇到师尊吗？要是知道有师尊这样的绝世高人，我又心高气傲，给自己安了一些名头。的确，能遇到师尊是我们的幸运。别说他一个千年难得一遇的窝囊废，就算是掌门亲自教导，也不可能半个月就练成金丹。那是你们见识浅薄，师尊的本事岂是你们能够想象的？你们要是不想听师尊讲道，就自己滚。要是再敢出言不逊，死！居然真是金丹，真是金丹！我想起来了，前几日比试的时候，我天泉峰的师兄就在现场。我听他说，杂院峰的大弟子在江师叔的教导下，不但境界踏入了金丹，甚至在战胜了云师兄之后，还和大长老斗了一场。当时我还不信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什么？大长老可是我们灵剑宗第2大强者，他和大长老比试打了几个回合败的？不，没败。没败？难道是战平了？是战胜了。不是战胜了。什么？战胜了？这怎么可大长老那么厉害？只要能把这个废物赶走，到时候洛师妹就是我天苍峰的弟子，也不算丢。怎么可能？大长老可是化神境，他们可是差了一个大境界啊！不，本来是打不过的。江北临阵间传授了一个功法，胜负顷刻间就反转了，能够整整跨越一整个大境界，这是何等等级啊！难道江师叔真的是隐士高人？请江师叔为我等讲道。请江师叔为我等讲道。请江师叔为我讲道。你现在可以放心讲道了，绝对不会有人再来打扰你了。我讲嘛，我讲，我要是能讲道，我自己早就修仙飞升了。这坑爹的徒弟，这下可好，所有的弟子都开始误会我真是绝世高人了。师尊，有了，都想听我讲道，学最顶级功法是吧？行，看我怎么下子，看你们敢不敢学。唉，
这修行之道啊，如登天梯，必须从底层地基开始慢慢打好。我现在观你们的气息，发现你们的根基都很不稳。你，出来，就是你，出来。对，就是你。你看你都虚成什么样了？俺觉得俺不虚啊。所以我说你们根基不稳，连自己这么虚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学不了，学不了，学不了。俺要学，俺也要越一个大境界玉帝。我看他就是故弄玄虚罢了。这可是你们误会我了啊！我真的想教你们功法。哎，教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。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知难而退啊。江师叔放心，修士登天本就如钻木取火，无论多残酷，我们都会坚持下去的。是啊，师叔，我们不怕辛苦，还请师叔传我们功法。不怕是吧？行，我看你们待会儿跑不跑。哎，看到你们执着的精神，真是深深的令我感动。遥想当年，我也是一个目天高、陷海阔的少年郎，直到最后才被社会磨平了棱角，踏实做人，现也老实。师尊一定是见过万界数不尽的绝代天骄陨落，见过神陨时代的兴盛衰亡，才有了如今的心性。是啊，大地如烟灭，仙王如云烟，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，在史书不为人知的一页上，师尊你肯定见证过天尊大军，见过末法成神的吕祖，见过作画的佛陀，铁与血的战歌，冥想了师尊波澜壮阔的一生，而如今才得以沉静。我就装一下，你们怎么还演上了？什么世书不为人知的一页？我连世书长啥样我都没见过。哎呀，神明陨落，故有事，尽屈尽放，这就是我不为人知的一生。和师尊的一生相比，本帝区区被手下背叛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师尊，这些年来您一定很辛苦，不过您放心，日后水莉一定会陪着您的。天瑶也是。行了行了，光吹牛有个屁用！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教导这些师兄弟。所谓9层之塔，始于垒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这传道修仙之法亦是如此。你们现在的根基不牢，所以修为再高也是枉然。不错，前世本地天资9色灵根始终差了一些，这才导致正道突破失败。要是本地早年修行时就能遇见师尊补足灵根，那必然是另外一番天地了。原来天道始终缺一，无法补全，问题不在根基上啊。根基，意思就是现在想改也已经来不及了。行了，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我看你就是想推脱吧。根基是你想补全就能补全的吗？总不能叫大家自废功法重新修炼吧？哎，你说对了，想学我这功法，就得先破而后立，选择重修，一步一步打好根基。自废功法，这总能吓退你？真是个小机灵鬼！好你个江北，你竟然妄想让我灵剑宗弟子自废修为，毁我灵剑宗根基！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好大的胆子！简直胡说八道！反正我这前置条件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想不想学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我倒要看看什么人会信你这种荒谬的鬼话。自废功法，是啊，自废功法不就变成普通人了吗？咱们这么多年苦修，不成为笑话了吗？是啊，太残忍了。这不就和洛师姐的情况是一样的吗？洛师姐身负重伤，识海破碎，本就处于破而后立之后的低谷，经过师尊的点化，就能势如破竹，一下子达到金丹境。原来是这样，师尊，天瑶悟了。哎，天瑶，你悟什么了？你居然什么都没说呢！先好好考察一下，先别冲动啊！这下子居然还真相信了这个废物的鬼话。师尊，天瑶已经自废功法了。天瑶，这糊涂呀！好你个江北，
我灵剑宗弟子因你自废修为，根据门规将毁掉你杂月峰，而你也将受九幽之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化神境，化神境！不可能，这一定不可能！他刚刚才自废了功法，这才重新修炼多久？怎么可能直接就达到了化神境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他用了妖术！什么？我瞎编的，他也能修炼成功？坏了，这下我是不是真的高人？谁还能分得清？事实就在眼前，这通天大道，我师尊也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信不信？随你们了。娘的，俺不管，俺也要跨境界打败敌人。真的不管了，我也不要做底层祭司，总得试试。你们！住进后期了，我住进后期了。什么？大傻春自废修为之前，不过也才金丹期而已，这才多长时间，居然又快修回去了！快，我们也赶紧自废修为，保而后立。现在知道我师尊的厉害了吧？江师叔，俺想拜入杂院峰，跟着江师叔修行。江师叔也太厉害了，我也想拜入杂院峰修行。江师叔之前伪装太好，早知道我就不入天苍峰，直接去杂院峰了。现在也不晚啊，江师叔，我也想拜入杂院峰，请江师叔同意。请江师叔同意。你们不是都要造反吗？什么年轻一代第一人？别说是洛师姐，等我拜入杂院峰修行之后，我也来挑战你。早看你不顺眼，平时仗着自己父亲是宗门内长老，所谓作风，给我等着！还有我也要挑战你！我现在就回去告诉各峰峰主，你们这些人勾连结构，到时候你们一个两个的，全都给我死定了！没卵的出！师傅就说收你们为徒了吗？这装了一趟逼，杂院峰就成灵剑宗第一大恶势力了。大长老这个妙计实在是高啊！只要江北那个废物讲道失败，整个杂院峰都可以被我们收入囊中了。既然这条计策是大长老想的，那我们就把落水离这个大地苗子让给大长老吧，咱们把杂院峰分一分就行。分杂院峰，人我要，地老夫也要。你，师尊，少峰主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看来江北一定是讲道失败。诸位，咱们去杂院峰，把他赶出宗门。爹，哎呀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有什么事？江北那个废物讲道，现在那些弟子全部自废修为，不而后立，反而境界更稳固了。啊，竟有此事？难道这个江北真有讲道的天赋不成？不过也没事啊，大不了再找机会。杂院峰迟早是老夫的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弟子们全都改换门庭，改投杂院峰家。什么？这审断老夫天苍峰的根基啊！你谋划他的杂院峰，他谋划你的弟子，终日打雁，却被雁啄瞎了眼啊！各位师叔，你们少在这说风凉话。当日江北讲道的时候，各峰弟子都在，你们的弟子也跑不掉。什么？走，跟老夫去杂院峰要人。走。走。你还是慢点喝啊！你看没有？实在没意思。洛师姐，天阳师姐好。师尊呢？师尊一直在屋里没出来呢。哦，知道了。不好了，玉女峰的弟子要在咱们杂院峰自尽，怎么回事？
走，走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就随便瞎编了几句，怎么整个灵剑宗一大半的弟子都要归顺于我？其他峰的首席一定会找我麻烦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师尊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师尊解决不了的事情。你把你的事情给我师尊说吧。教师叔，求你救我！姑娘，这可使不得，你快起，什么情况啊？师尊，他是玉女峰的弟子，因为修炼走火入魔，容颜尽毁，被道侣所弃，现在才一心想不开，决定寻死。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大家都是修行之人，区区容颜之术，不是手到擒来的吗？小猫先天一病，我想修改便是逆天，可这世间哪来什么逆天改命的手段？我说了，我师尊有办法，他肯定有办法，这天他改不了。小铁命，我说了，我不会逆天改命了。师尊，你就是太低调了。我低调什么？果然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人能帮我，我这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等一下，妹子，想开别怎么发呀，风？得想办法让我骗走。哎，是这样的啊，姑娘，我确实没什么办法，但是你先别着急死，你。你呢？先喝口茶，静静心，然后回到你的玉女峰，再想一想。这是传说中连大帝都喝不到的驻颜仙茶。好吧，我就说嘛，师尊就是口是心非。我天道化身的身份，在师尊面前根本就不可能瞒得过。师尊若是想一天而行的话，轻而易举。选择这种迂回的方式，是想给我留点颜面吗？师尊真是太温柔了。我变漂亮了，多谢江师叔。没什么，你没事就好。我确实没什么办法，但是你先别着急死，你呢？先喝口茶，静静心，然后回到你的玉女峰，再想一想。让我回玉女峰好好想想。玉女峰，听说江师叔最近收编了灵剑宗大半的弟子，唯独我玉女峰，因全都是女修士，鲜少出山，所以还在观望。我懂了，师叔的意思一定是想让我回玉女峰宣传杂院峰。这种能驻颜的神奇功法，若是让师姐师妹们知道了，肯定都会来的。这有效果。对，如此大恩，我可千万不能辜负了江师叔的一片好心。我明白了，江师叔，我这就回玉女峰去。还请江师叔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。哎，不是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江北，你给老夫滚出来！江北，你给老夫滚出来！哎呀，坏了，挖了人家这么多弟子，果然被找上门兴师问罪了。不行，不管他们怎么叫，都不能出去。师尊，那个不要脸的大长老又跑到咱们这里闹事。师尊，你帮其他各峰教育弟子，他们竟然这么不知好歹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怎么敢做不敢认？赶紧跟老夫滚出来！不出去，打死都不出去。师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他们都跑到咱们头上拉屎了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吗？我知道了，师尊是想教导我们，遇到事情要先沉住气，不能冲动，不能急躁。天呀，你终于说对一回了。徒儿们，冷静思考比情绪化更能有效的解决问题。你们呀，这个心性还需要磨练。天瑶受教了。天瑶，师尊是什么意思呀？解决这件事情是师尊留给我们的考验。考验？没错，师尊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，把大长老给打死，是不明智的。
毕竟外面那么多弟子呢，所以我们要先冷静下来，把道理立住。我明白了。如果说我现在非常冲动出去把大长老给杀死了，那我们有理就变成没有理了。师尊不愧是绝世高人呀！别又在背后蛐蛐了。江北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别给我装死，赶紧给老夫滚出来！大长老这是做什么？难道因为上次输给我们杂院风，现在摇人来报复你？错了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，而不是像你一样的叫人，简直不要脸！你们这两个牙尖嘴利的丫头片子，食色灵根，失所罕见，就算是宗主，也不能说自己稳胜。天苍峰输了就输了，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但是今天老夫是为别的事而来。哦，既然不是来找麻烦的，那你们就赶紧给我滚！杂院风不欢迎你。放手！虽然你是天之娇女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各峰的首座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还不配跟我们说话。叫你们师尊出来！不见，有什么事儿你们跟我说就行了。杂院峰大肆挖墙脚，将其他各峰的弟子都挖到了杂院府，这个你不给老夫和大家一个交代吗？交代？老娘都修行了，谁要给你交代？我看你是活久了，脑子坏点了。你们教不了的弟子，我们杂院风教；你们给不了的功法，我们杂院风给。总而言之，你们各峰要的弟子，我们杂院风要；你们各峰不要的弟子，我们杂院风也要。化神境，竟然是化神境！大长老不过才是化神境。湘北的第一个弟子食色灵根，先帝之子，心胆别可，正化神。这第二位弟子这才拜入杂院峰多久，竟然也是个修行的天才。这杂院峰为何如此好运呢？这杂院峰为何如此好运呢？我承认你们天资绝顶，但你们以为别人有你们一样的天赋？就凭江北那个废物，他拿什么教导这些弟子？就是，你以为弟子不难教吗？哪里难教了？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教的？你们不要睁眼说瞎话好不好？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当师尊也是很难的。自己这么多年有没有进步？有没有好好教导他们？身后这些弟子，他们可都是自愿加入杂院风的。说到底，是你们连我师尊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就是，我才来杂院峰多长时间啊？经过江北师兄的教导，我的境界都提升一个小段了。说什么？这里是杂院峰，你千万不要乱来，不然我怕我会打死你。怎么，大的不出来，让小的出来顶吗？让江北出来！我们杂院峰做事一直都是这样，有本事你们也来挖我们杂院峰的弟子啊！人家说的也没错呀，良禽择木而栖。你们这帮老家伙自己没本事，怪得了谁？你说的就是对的。看看本座的玉女峰，是整个灵剑宗唯一只招收女弟子的地方，绝对不可能出现弟子改换门庭之事。萧师叔，我们玉女峰的姐妹们听说了您的本事，决定全部加入杂院峰。萧师叔，我们玉女峰的姐妹们听说了您的本事，决定全部加入杂院峰。师父，堂师们，良禽择木而栖，看来你也没啥本事嘛。就是，我还以为我们堂师妹有多厉害，没想到跟我们一样，弟子全跑光了。李柔，给本座好好解释解释。师父，萧师叔会驻颜之术，能使女修士容颜永驻，所以对不起。驻颜之术能让女修士容颜永驻？拜见洛师姐、天瑶师姐。行了，只要加入我们杂院峰，那就是我们杂院峰的弟子。你们怎么还死皮赖脸的不走了？不走是等师尊留你们吃饭吗？你给老夫等着！我们走。堂师妹，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留在这里受辱吗？你赶紧走吧，老家伙！江师弟，你还缺道侣吗？你看我怎么样啊？江北这个废物，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，把我们整个灵剑宗的弟子刷得团团转？没有了弟子，我们各峰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江北那个小畜生，今天敢挖我们的弟子，明天就敢做宗主，偏偏
他又有2位如此优秀的弟子，我们拿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哼，洛水离的确有趣，但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江北成灭洛水，败也洛水，一个废物有这么耀眼的弟子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大长老的意思是，诸位听说过本少？合欢宗少宗主顾文月，传说中真正的千年名门望族，就连陆地仙人境都多如牛毛，10个灵剑宗也比不上合欢宗的一半啊！没错，这个古少残忍而后悔。如果我告诉他有一个10色灵根的美女在伐人，你们猜会怎么样呢？妙啊！如此一来，江北那个废物就彻底的死定了。既然得不到，那我就稳住他。怎么这么久啊？老女人，真不要脸的！本帝还没出手呢，真狡猾！要是真让她做了咱们师娘，那整个杂院峰不就变成她的玉女峰了吗？一定不能让她得逞！你是说那什么落水梨跟那个天瑶，当真有你说的那么好看？顾少放心，老夫不敢有丝毫的欺骗。好，那本少这便随你走上一遭。倘若真如你所说的那样，那本少便让你来到我这合欢宗，给我当狗。多谢顾少，我这就派人去备上聘礼，去那灵剑宗提亲。江北，这次看你怎么死！你们真的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一滴都没有了。不行，师尊，你都让玉女峰那个老女人有了驻颜之术，我和天瑶也必须要有。我，师尊可不能偏心。顾少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美人。不错不错，果然只有这样的绝代天骄才配得上本少。女人，本少看上你，跟我走吧。来提亲呢？滚！别在这里打扰我师尊传授功法，看上我们你也配？大胆！顾少可是合欢宗的少主，少主看上的是你们10世修来的造化，还敢拒绝？哎，有意思，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野马，驯服起来才有趣。你们不认识本少没关系，本少不跟你们计较。但现在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跟我走。这里是灵剑宗，你可别乱来啊！灵剑宗，灵剑宗算个屁呀！你们灵剑宗修为最高的宗主，也不过才是化神境。本少若是想，只要一根手指，就能轻易将你们整个宗门彻底碾碎。你不要以为你的金丹境、月境击败了老夫，就可以无法无天。顾少的父亲，那是合欢宗的宗主，修为已经达到了陆地神仙境，动念之间，就能让你们这个废物师尊灰飞烟灭。陆地神仙，就连宗主来了也挡不住我。区陆地神仙，本帝全盛之时是只蝼蚁，也敢在本帝面前放肆。等本帝修为稍稍恢复，便亲自走一趟合欢宗。区陆地神仙，在我们师尊面前，连蝼蚁都算不上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呀！你的嘴怎么这么碎呀？这不是故意拉仇恨吗？哎呀，金小王，看来只能先想办法将他们吓住。金鹏，谁说我灵剑宗无大帝？你这个陆地神仙呢，在本座面前不堪一击。笑死本少了！就凭你这个废物，本少今日心情好，不与你们计较。但是今日这2位美人，本少我是势在必得。哎，美人儿，先别急着拒绝呀，不妨先看看本少为你们准备的聘礼如何呀？哎呦，顾少，哎呦，
还要什么聘礼呀？不如你把那个聘礼给我，我去帮你把他们抢到你合欢宗去，如何呀？看，本少要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在床上伺候我，懂？美人儿，看好了，如何呀？这些顶级法宝，想必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。这样，只要你们跟了我，这些都是你们的。就这？哎呀，你们见识浅薄，不知道这些法宝的珍贵，没关系。但是本少希望，在你们听我说完之后，还能保持现在的这份不屑。看好了，这天级法宝紫金壶，这圣级丹药九转丹，还有这个最为珍贵的地冰仙剑，如何呀？都是些好东西，不愧是大宗门的少主，出手不凡。有水灵和片妖这些法器护身，修行一定会失败。这种垃圾玩意，放在仙界连小孩都嫌弃，更别提师尊手中那些真正的仙宝了。我们杂院峰不准乱扔垃圾，捡起来滚回去。没听清本少说什么吗？我听清楚了，垃圾就没有必要再介绍了吧。我师尊给我们的法宝，随便一件都比你这些垃圾强10000倍。好，好，好，别以为随便胡说一套，本少就会放弃。那本少今天倒要看看这个废物究竟赠给你们什么东西。倘若比不上本少的聘礼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我哪有什么法宝啊？就是砍树的时候砍下来几个废品，当玩具送给他俩玩了，连下品法宝都够不上。要是拿出来展示，这不得丢死人吗？飞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为师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？要低调，不要攀比，懂了吗？好像也是，那些法宝的品阶都太高了，拿出来是有点招摇。我跟你说的是要低调，不要攀比，你懂了吗？我听懂了，师尊不就是说他们的东西太垃圾了，没有资格见您送我的法符？天阳，是我理解错了吗？没有理解错啊，师尊给我们的法宝的确品阶太高，非大地强者没有资格见得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对啊，毁灭吧！够了！竟敢侮辱我！今日你们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！师尊送我的大道级护身法器怎么突然激活了？刚才有人攻击我吗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你没事吧？古少，你们竟敢打伤了古少，你们完了，灵界宗也完了，这都是你们杂院峰害的，这江北害的。跟我可没关系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这可是合欢宗宗主的本命令牌啊！一旦被捏碎，就代表着古少遭遇了生命危险，合欢宗宗主马上就会赶到啊！斗帝神仙，快跑！伤了我儿，还想逃？晚了！也好，省得我亲自去合欢宗了。一个连大地都没有的落魄宗门宗主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师尊随手便可这样。师尊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在想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。看见了吗？我师尊多温柔呀，连你们怎么体面死都替你们想好了。我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倒是想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人敢如此口出狂言。爹，就他，就是这个废物，竟敢出言侮辱我们合欢宗！你一定要杀了他，将他炼成忘魂粉！哎呀，行，来死吧，死吧，死吧，来吧！
老祖！你这样不孝子，你惹到的人竟然是老祖！老祖？什么老祖？爹，他就是个废物，你一定是被他骗了呀！你赶紧替我杀了他，替我报仇！好大的胆，还不跪下！江前辈，是我教子无方，还请老祖责罚。老祖，我呀，你没搞错吧？绝对不会弄错。当年我还是区区一个凡人，是老祖您点化我，小谷才有今日的成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认识你，你是那个小屁孩儿。我快饿死了，求求你给我点吃的吧！小孩儿，你都已经馋了我2天了，我真的没东西给你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颗伸腿瞪眼丸，行不行？什么是伸腿瞪眼丸？你等一下啊。就是此物。我能修仙了！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！前辈的大恩大德，今生今世也不可忘记。今后若是我修行有成，开宗立派，一定将前辈奉为老祖。当年我给你搓的那2颗伸腿瞪眼丸，让你成了陆地神仙。这都是老祖您的功劳啊！如今终于找到了老祖，我愿意将宗主之位让与老祖，还请老祖和我一起共回宗门呐！就你一个落魄宗门，也配让我们师尊屈尊？不，哎呀，师妹，师姐，师姐教训的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老祖您给我1天的时间，我马上回去解散宗门，然后率领弟子认祖归宗。爹，闭嘴！今天要不是有老祖的面，我早就一掌拍死你了，还不赶紧给我回去！快走！原来这就是天道本源。既然如此，这本源就归本帝了。黑瑶，尝尝。啊，黑瑶，你怎么了？天道本源，有人敢窃取天道本源？什么？谁这么大胆？天道本源要是全部被吸收，这方天地就会破碎，这万物苍生可就要迎来史无前例的大劫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去阻止他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通知师尊。何方小小，竟敢窃取天道本源，还不快住手！天道化身，你来晚了，本帝吸收的差不多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一旦天道本源被吸取，会有怎样的后果？到时候天地崩塌，两劫来临，芸芸众生都将遭遇灭绝。与我何干？洛水离，当年你未曾突破的，本帝来替你突破。住手！
如今本地已修成圣体，再加上有天道本源的加持，天地之间唯我独尊。师尊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天气刚刚还好。坏了，天瑶失败了。啊？天瑶，天瑶，怎么了？苏西是冲着水灵来的，他来了！洛先帝，别来无恙。是你，仙殿？你说洛水离是仙殿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徒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徒弟，洛水离，我本来以为以你的性命，定会苦苦修炼回来找我复仇，没想到你居然自甘堕落，保这么一个废物拜师。你的气息不可能这么强盛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苏西，他吸取了天道本源，已经突破到了最高境界。什么？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？那个，稍等一下啊，什么是天道本源？天瑶为什么上那么重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天道本源是天地的核心，维护天地的安稳。一旦被人吸收，天地便会受到重创，世界都将会毁灭。天瑶便是天地的化身，和天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本源被人吸收，天命自然也会受到重创。世界毁灭，天道化身？你说天瑶是天道化身？你说天瑶是天道化身？没错，因为天道有趣，始终无法圆满，因此我才来找师尊你寻找圆满之法。可是现在，天道本源已经没了。我乃仙界仙帝，突破时被你暗算也就罢了，你居然丧心病狂，做到这种地步，这可是亿万苍生啊！亿万苍生与我何干？洛水离，这一切都是你逼的。本帝苦苦追求你1000年，你为何不答应？既然如此，你们都得死！难怪你天赋这么好，原来你是仙界女帝啊！师尊，快阻止他！现在还有机会，只要杀了他，夺回天道本源，这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本帝如今已经炼成圣体，3界6道，谁能拦我？就凭这么一个废物吗？对，要说这世界上还有谁能阻止你，那非我师尊莫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一个前任仙帝，一个天道本源呢，你们都没办法，我怎么能行？师尊，你可别演了！我和天瑶早就看出你是绝世高人，只有你能拯救这苍生了。我演什么演？我不是绝世高人。你看这天都打雷了，快走快走！天谴雷劫，果然叶无痕这种大魔头，天地都不容。天谴雷劫，对，是雷劫，不是冲着叶无痕来的。天机没有锁定我，看来不是冲着我来的。我倒要看看今日谁还能拦我！师尊，拯救苍生就只能靠你了。我拯救个屁！我拯救不了一点。看来这个废物平日没少给你洗脑，一向颇有远见的洛先帝，竟被一个傻子骗得团团转。也罢，既然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废物身上，那本帝今天就杀了他，慢慢欣赏你全部的模样。不是，有话好好说，干嘛打打杀杀的？我们以和为贵，好吗？贪生怕死，没想到一世英名的洛先帝，竟遇到你这样的人，准备受死吧！这是上古大道功法魔焰滔天，传说中一旦沾上此火，被燃尽前不会熄灭和消失，必死无疑。这功法不是因为太过逆天，所以失传了吗？
自打本帝当上先帝之后，便一直寻找着失传功法的下落。如今失传功法在手，又吸收了天道本源，我看今日谁能走我？叶无痕，如若本帝今日不死，我必杀你！绝望、崩溃、恐惧。落水离，本帝就喜欢看你这副无能为力的样子。受死！呀！太灭了！不是说滔天魔焰不会被任何方式熄灭吗？这不是很厉害吗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呢？看来你没有本帝想象的那么废物。不过这样也有意思，不然本帝一个人也太无趣了。你能挡住本帝第一次，我看你还能不能挡住本帝第二次全力一击，天劫地煞，且听吾之号令！什么？刚刚那还不是他的极限？这一击的威力比刚才大了100倍，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，这一击也活不过一个呼吸呀！在这天地间，能有资格让本帝使出全力的人，本帝还没有遇到。今日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没有那么废物。别呀，哥们儿，咱们点到为止就好，你何必用全力呢？你说我都这么弱了，你用全力，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？迎请八方焰火分！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？刚才他们不是吹得很厉害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啥威力都没有？这不可能！原以为我对师尊的评价已经很高了，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师尊。看来这方天地是可以保住了。叶无痕，今日你的死期到了。哥们儿，你刚才是在给我挠痒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毫发无损？我这强力一击，你应该灰飞烟灭才对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弟子灭了九天十地，寻得此上古神剑诛仙剑，此剑劈天斩地，就不信你还挡得了？诛仙剑，既然你不讲武德，就不要怪我了。父爷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主人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啊？主人的那股熟悉的霸气感又回来了。天谴雷霆，为什么目标锁定的不是叶无痕，而是师尊？这怎么可能？还是九色混沌大劫？看来这天地之间，容不下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们师尊啊！天谴雷劫，还是9色的混沌大劫？这是汇聚了水火土风、光暗、空间、生死9大属性的天谴。我不相信有人能在这9色之下生存，唯有遁至人间之外，方能获得一线生机。不好，因为天道在逐渐消失，主人的记忆封印和修为马上就要压不住了。那正好，这个叫叶无痕的简直是太狂妄了，正好让府爷砍了他。九色混沌大劫，毁天灭地，若是天谴神雷降下，你们这些蝼蚁都得灰飞烟灭。我劝你们还是离这个废物远一点，不然一会儿天谴神雷降下来，将你们也给牵连了。九色天启，神罚，看来我真是把自己封印的太久，让这方天地都忘记了。师尊，师尊，难道你有把握？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。天谴神雷乃是整个世界的意志，没有人能跟整个天地的意志抗衡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天地意志，见到我也得俯首。凤雏，完了，主人的记忆封印完全失效了。你说这操蛋的世界意志没事惹恼主人干嘛？这不是找死吗？重新炼化一个世界就完事儿了，还看神罚，真给他脸了。难道这就是上古纯种的凤族始凤？就算你想用始凤替你抵挡九色混沌大邪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现在就让他灰飞烟灭！上邪，
主人这是准备重练世剑，害怕待会儿凤凰跑不掉。没见识！无论你怎么说，没有人能够在9色混沌大劫之中存活下来。雷劫来了！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有人将9色混沌雷劫都驱散？莫非这实力已经超过这方世界的修为？原来师尊早就成了真仙，那跟我们相比，我们简直是蝼蚁中的蝼蚁啊！师尊，没想到你竟然已经是仙人了。是啊，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废物，没想到我居然真的是绝世高人。哈哈哈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！我就知道这世界不会放过你，天地一直愤怒了，你们都完了，你们都死定了！这天谴大劫不是过了吗？怎么还有雷云？这是无量大劫，无量威力比9色混沌劫强100倍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劫数？恐怕是刚刚主人出手，让世界意志以为主人实力太强，所以劫数进一步升级。完了完了，这已经不是人间能承受的了。世事过后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这方世界都崩定了。会，这怎么可能？就是个小雷电，不必大惊小怪。原来师尊你的修为已经远超道祖了。什么道祖不道祖的？我现在发现你们修仙界确实差点意思。师尊，就连天帝都拿你没办法，这以后9天10地3界6道，你无敌了。算是吧。散了，否则我将重立地、水、风火，重建这个世界。怎么可能？听说就是你抢了我大徒弟的先帝之位，吸收了我二徒弟的天道本源。就是他，幸亏有师尊你。师尊，你要替我做主。敢在我杂院峰撒野，确实活腻。师尊，你真的太帅了。主人，既然您的记忆封印和修为已经曝光了，天地不容你，那咱现在是要重练世界吗？师尊，太过无敌确实没什么意思。至于这杂院峰峰主嘛，这一次的世界我很喜欢，有我的先帝大徒弟，还有我天道化身的二徒弟，那我就继续封印修为，做我的绝世高人吧。